战一下。好，今天我们刚刚在进场的时候呢，就来谈那个立法院的大战这样子。对。不过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真的。而且国民党不一样了。我在那边现在知道年纪是障碍了。对，年纪真的，国民党现在很年轻，他是最年轻的党。对。哇，我尤其佩服陈医生。那个郭正亮有讲啊，就是40岁以下，国民党40岁以下的91个。对啊，就是我昨天直播就在讲，说民进党的南部立委，你想一想，你们连任多少届了？OK， 但是这不是今天的主题，这不是年龄，这也是世代差别了。对，没有错。好。再说一次，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今天的2位来宾啊。那大家非常喜欢的是姚永明姚老师，欢迎。好，江总好，大家好。接着是郭正亮亮，刚刚祭祖回来哈。亮配，对。好，今天我们要先从这一个整个的俄乌战场对于美国、对俄罗斯还有对欧洲的影响，我们可能就是没有谈乌克兰啊。因为普丁昨天呢举行了一个记者会，这是他的年度记者会。我先说一下，4个半小时，好惊人哦！4个小时起跳，对啊，4个半小时这样子，没有去上洗手间呢。然后真正问到饱。我每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讲说蔡英文、赖清德在干什么？真的，谁让你问到饱？我直播4个小时也没上厕所，所以你就适合当总统嘛，就是这样子啊。你最多到4个小时，对，我看都是天哪，回答了76个题目哈。好，那当然里面呢，他有谈到了俄乌战争啊，然后也谈到了川普，他就说，他很乐于跟川普见面啊，然后呢，他们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可以跟川普好好谈，所以这真的是双普都表达了见面之意哈。当然这里面到底在哪边见啊，什么这可能都还有他值得讨论的地方。在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面呢，其实他回答了有12个题目都跟俄乌战场上是有关系的。那他说，他当然愿意谈判啦，他也愿意呢这个让步啊。他说本来嘛，其实呢战争之后呢，其实妥协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他说他只跟乌克兰的合法政府谈判，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玄机哦。然后因为他后面有去解释，他说整个乌克兰的法律啊、宪法里头并没有规定说什么战争戒严，然后就可以延后选举。那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政府都不是合法的政府，所以他要跟乌克兰的合法政府谈判，而不是跟现在的泽伦斯基谈判。这背后其实也凸显出来他现在另外强硬的一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北约现在该怎么办，因为川普不挺乌克兰，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那么北约要不要接手去把这里面的安全协议当中呢，那个安全护栏就这个缓冲区，然后北约要不要接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说，现在美国现在想要改变很多国家，那么比如说英国，马斯克现在传出来说，马斯克正在跟英国的改革党，然后谈说，然后有重量的这个巨款，然后目的呢就是要让英国可以改造。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川普对加拿大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喊话说，你要不要变成美国的第51州啊？这是个好主意啊，这样你就不用被科高关税了。而现在的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其实他下台的声浪越来越大，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因为跟这个杜鲁道有关于关税的事情不合，所以呢已经是请辞了。那这件事情让整个现在的这个加拿大的执政党越来越困难。好，所以我这边先请教一下永明，你怎么去看普丁现在做球咯？我可以跟川普谈，但是我只跟乌克兰的合法政府谈。我看了他的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记者会哈，其实我觉得3个重点。第一个，其实俄乌战争现在在战场上的这个情况，已经是俄罗斯胜利了，就这么简单。那他觉得当然那就可以谈吧。那但是呢，他设下了2个，就是另外2个前提。他讲的其实他跟川普并不是那么熟哎，
他上一次这个通话也不过是2019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是个官方的这个场合，跟川普不断的在讲说，我跟普京很熟，很钦佩这个人，完全不一样。他等于是先做一个这个缓冲区，先做一个就是说你不要一直贴上来，我跟你没有那么熟，也许我们在一些议题上，比如说结束俄乌战争啊，或者是对于拜登政府的这个批评是有一致的。可是我倒不觉得说他去这个跟川普去蹭，那某种程度这也表示说，美国你现在要来结束这个战争，可能还是要以我普丁跟俄罗斯的利益跟这个条件来进行。那他的第一个条件现在提出来了，我不跟这个泽伦斯基，除非他现在再一次选举，因为我们知道应该是今年他有选举，但他把它延后了。那所以他认为只有那个拉达就是乌克兰的国会的名称，才是这个合法的。那他可以跟拉达的这个主席乌克兰国会的议长去谈，这个是不得了，哪有国会议长能够去谈这个战争的结束的这个问题呢？这当然就凸显出泽伦斯基他认为他的这个不合法性跟不代表性。重点不是那个法或者是选，而他认为泽伦斯基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战争前到战争这个过程当中到现在，他是没有站在真正整个区域区域稳定到乌克兰自己本身人民的角度来考虑。那很多的问题，其实不管是纳粹化，还是说对乌东人民语言以及对俄罗斯传统在这边区域的利益的这种不尊重甚至破坏，他觉得对他是很批判的。那因此你看到就是他是写说，英文上面写叫做 potential talk， 这个很微妙。他的从俄文翻译过来说，我不是愿意跟你直接谈，我未来可以跟你谈，但是呢有很多前提。那因此呢，这个 potential 也就是你要满足这些前提。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第一个是战场上你要承认你的失败，然后呢这个等于是乌东的这一块的区域怎么去认定，这是当然将来和谈的轴心。然后呢，你要有一个合法的人能够代表乌克兰，而且是真正的重视到乌克兰人民利益的这个合法的这个代表人。那我觉得他这个 potential 就是未来有机会可以谈的重点在这边。那这个会不会为未来真的举行俄乌谈判设下很多这个框架、层层的障碍框架的，或者是门槛？当然会有，对，那当然会有。那也许他可能还是在，所以他看准了川普有可能会答应这些框架，有可能。你看川普的那个俄乌特使，对于就是乌克兰的特工去暗杀那个俄罗斯的中将，就表示的非常的这个不同意。这个很重要。对，那讲到北约，我觉得北约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以前讲北约就是讲美国嘛，你现在讲北约好像变成不是美国，好像是变成北约变成是 minus 这个美国，这个是北约吗？这里不是北约，这很有趣耶。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欧洲联盟的时候，其实从西欧联盟到欧洲联盟，都一直想要建立一个叫他自己的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或者是欧洲军或欧盟军，但都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基本上这也是美国的一个设计跟设想。可是呢，现在要结束战争，川普是有说，未来北约国家是可以扮演在乌克兰战前协议之后，乌克兰内部的稳定的或者是这个援助的力量。那也许就是说我美军还是不会进入到乌克兰，即使是停火之后。那但是呢，欧洲的国家可以这么做。那但是我是觉得他也没有想清楚，欧洲国家这么做，但不能以北约的方式跟民意去做，这就是关键。他可能再也没办法用北约的力量，然后来跟俄罗斯或者是跟乌克兰来设这个安全缓冲区。所以现在的一切的这些讲法，这些政治人物搞不好明年都下台了，自保都不足了，他哪有力量来去影响俄乌战争？还安排说美国不在之后的北约怎么去保障乌克兰安全或者是欧洲安全？怎么可能呢？那美国你要美国人离开吗？美军离开吗？加拿大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自找的啦。本来加拿大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对加拿大的情感是复杂的，加拿大对美国也是复杂的。有20%的人一直都认为，其实加拿大也就是美国的一州，第51州。但是呢，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说，你加拿大自命清高，要表现出好像比较优雅，比较这个温和的美国人。
你们还是美国人本质上，但你要故意表现出好像比较优雅温和。但是呢，因此在很多这个语言上，因为加拿大有一个法语区，魁北克，魁北克讲法语的人还蛮多的，闹独立的。那所有的加拿大人某种程度大概都会讲法语，因为他们的这个教育里面都会有上法语课。那所有的这个招牌都是英法两语并用的。然后他们特别就是资源非常的丰富，可是所有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跟美国连结。它的 GDP 60%是靠贸易，而它的贸易有75%、4%，这3/4是到美国去。所以你说你是美国的另外一州，在经济上、在体育上、在文化上，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加拿大当然是个国家，它是1867年独立的美国是1776年，所以相差不到100年。那当然过去的历史也都是英国的这个殖民地，可是后来，其实加拿大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跟着美国。那比如说那个越战，他不参与，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在越战的时候逃到加拿大去。伊拉克战争他不参与，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到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啊，加拿大其实是有它的特殊性。我很喜欢加拿大，它真的就是比较gentle，然后没有那种高高至上在上的那种美国人的态度。但是杜鲁道应该在加拿大被骂翻了吧？对川普那么的卑微啊！他就代表杜鲁道一直的行事风格都是如此，他不是一种冲突取向。但是呢，你看到他把他的副总理给开除了，他副总理自己请辞的吧？是自己请辞。他的副总理其实就是要强调这个强硬政策，那结果你自己不出来，当面被人家说你是这个州长，然后又讲了好几次，最近一次是2-3天前，他也没什么反应，你的尊严何在？是不是？然后呢，他就用的方式不是联邦有一个怎么样的因应报复的政策，如果你敢对我采取25%的关税的话，他的方式是找各省的省长来，然后大家共同提出因应政策。那你做总理干什么？结果各省刚开始的时候有一起开会，到后来就各行其事。有的省说我们要断掉你的水，有的省说我要加强边境的这个防卫，有的省说我要加强跟美国的沟通。所以你把加拿大反而变成一个更分散的，那加拿大真的很长很分散。加拿大历史上2个东西维持了加拿大的这个统一一致性，一个是它的那条铁路，加拿大铁路贯穿的整个铁路，因为加拿大人大概就是沿着美国的边境这样居住，实在是太冷了。然后呢，我去过渥太华，渥太华现在温度就跟哈尔滨一样，零下30度。那然后这个它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广播电台，让整个加拿大维持一致。但那个只不过是说凸显出它在很特殊的地缘历史跟种族人文环境之下，跟美国略为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确是1年800到1000亿的对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以及川普的这种作为，所以我是觉得，它也反映出加拿大部分人就是觉得，我们就跟美国谈；另部分人就觉得我们要强硬。所以这个会是加拿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这边请教一下阿亮，其实今天你把普丁跟杜鲁道放在一起，它恰恰就是川普他在未来世界当中，美国他如何去面对他的敌人，以及面对他的盟友。其实这一点刚好跟拜登形成很强烈的对比。拜登是完全不跟俄罗斯接触的，而川普是要跟俄罗斯接触的。然后拜登呢是跟加拿大紧紧的绑在一起，杜鲁道就像这个拜登的小弟一样紧紧跟随。但是川普对杜鲁道是非常严酷的，所以原本的盟友似乎现在变成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负担，而原本的敌人现在反而成为彼此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谈判的对手。你怎么去看过去的拜登4年跟未来的川普4年，真的会很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川普没有盟友啦。实际上，有人最近出了一本书了，就是 CNN 那个国际政治版的主编啊，他说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实际上，对川普来讲，这个世界的格局就是美中俄决定的啦。没有美国的北约，就是乌合之众啦。他根本没把你看在眼里吧。所以对他来说，只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是他的对手，其他都是你就跟我吧，你也不要想在过程中要跟我讨论啦。
我做了决策你就跟，就是这样。我认为他就是这种姿态啦。他连法国、德国都没看上眼，怎么会看得上眼你加拿大？对不对？而且还故意在他的面前一直说他是 governor，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事实上就俄乌战争谈判来讲，他也只有打电话给中国啊，打给习近平啊。对，因为他认为只有习近平才有可能帮乌克兰争取条件啦。你们法国有什么用？德国有什么用？土耳其、印度都没有用嘛。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还蛮现实的耶，他本来很清就是啊楚知道事实是什么。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打交道的方式会渐渐的在各个领域表现啦。比如你到亚洲，你就会发现那个四方会谈他也没有兴趣了。对，我干嘛搞这个？我自己跟中国打交道就好了，我自己跟北朝鲜打交道就好了。而且美国他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国之力啊，那事实上他可以立即展现他的筹码跟优势。你如果还被一些小多边、大多边缠住，你的行动还不自由嘞。所以我跟你讲，因为政治是这样啊，谁能够很快出手，那个就是真实的力量啊。那你如果看起来很大，可是出不了手，有什么用？现在加拿大就是看起来很大，然后彼此内部完全分歧的情况，就是川普凸显了他们的分歧。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强国啦，实际上加拿大也只有2兆左右。我是说多边，比如说北约那是假多边嘛，真正有出手能力只有美国嘛。你看那个南斯拉夫内战，你就看得出来了嘛，最后是谁在出手？美国啊，对啊，就是这样嘛。那有出手能力，而且真的会出手的，在那个国际现实主义里面才是真的对手嘛。不然每天那边狐假虎威，像印太经济架构或者是 AUKUS 等等。对啊，我认为中国大陆都没有在看那些了，他只看到美国啦，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未来川普4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世界了。就是只有中俄是对手，剩下来的都只是美国的跟随者。对，就看你要不要跟嘛，不然你想办法自求多福嘛。我觉得川普就是这样了。那因为他是美国优先，所以他就现在在看美国跟个别国家打交道，他自己先得到好处再说啦。他都是这样算的啦，我哪里去想到你？好，所以香龙从川普的世界里头没有盟友。我觉得他在修理加拿大的过程当中，就是示范给全世界看，你们不要再认为美国是盟友，然后要跟我要这个要那个，没有这回事，连加拿大都不行，你们谁都不行。然后甚至于马斯克要去改革英国，那英国跟美国之间的那个传统的有文化根基的同盟关系，可能都有他的问题在。在川普的眼里头，只有习近平跟普丁可以来跟我谈判，其他的人都别想。把马斯克跟川普划等号是不对的。我觉得马斯克在许多的议题立场方向的一致性比较好，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基本上面他的一致性为主，但川普并不是。所以如果现在把马斯克的想法、马斯克的做法认为呢，川普呢就是一个很有原则，而且敢于为天下先的人，那个是错误的。譬如说最近川普的讲话里面。他在指责乌克兰不应该去暗杀那个俄罗斯的核生化的这司令，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听起来很有正义感了，听起来很重视是非。可是他暗杀苏雷曼尼呢？苏雷曼尼那个时候在哪里？是在往巴格达的路上。苏雷曼尼也不是战场上，你也没有对伊朗宣战啊。那他也不是在战场上面啊，可是一颗导弹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你觉得他杀苏雷曼尼他有任何歉意吗？没有。再倒过来讲，今天当以色列在暗杀的不敢这个哈尼亚，在伊朗的德黑兰暗杀哈尼亚，或者以色列暗杀真主党的领袖，请问你美国讲过什么？请问你川普讲过什么？没有。换句话说，
暗杀这种的事情，就是只不过是一时之间讲个场面话，因为眼前解决俄乌的问题，对于川普就任就很重要，因为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印象中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我上任第一天的时候呢，就要结束俄乌战争。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批评乌克兰，只是觉得说乌克兰你现在不用再增加战果了，你现在赶快等着，就是我上来了之后解决俄乌战争。对，但是不要因此而误以为就是说呢，他对这件事情的定见是有一致性的。就是川普就像最近在谈到抖音，他1.0谈抖音跟2.0谈抖音是完全感觉上抖音是两家不一样的公司啊。换句话说，今天呢，川普之所贵，川普能见之。1.0的时候呢，抖音搞我，所以我一定要把抖音灭了。可是呢，2.0的时候呢，抖音捧我，所以我一定要解救抖音。没有什么是非跟与原则。这个呢，大家在这一次他大选大胜之后，所附加在他身上的某一些的政治原则的想象，我认为那是很空泛的。是很虚幻的。香龙，你不觉得这很有一致性吗？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是啊，所以这个其实也很有原则性，就是只要符合我利益就好。所以用1.0呢去推2.0是没有意义的。没错，就是在许多的立场跟原则上面都不一致。好，那同样当他呢在谈加拿大。谈加拿大，他在短短的一个多礼拜之内，他已经消费加拿大3次了。消费加拿大3次，但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远比大家想象复杂。第一个就是刚刚永明提到的，就是全世界其实的最长最直线的边境线就在美加边上。其他的是画一条横线，就是一条画出来的线，几乎是那个呢，就是呢，关在办公室里面呢，一根尺呢就描出来的。我们这种的线呢，你只在一些的第三世界的这些的殖民地，在殖民地解放之后呢，简单的敷衍的画一下会看到，可是没有像美加这么长的。对，那美加你就告诉他，它就是一个大殖民时代所留下来的后遗症。第二个就是说，加拿大本身比美国呢要复杂，就是它有一个魁北克每次公投要独立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票数是很接近的，它的法语系的力量呢是很强的。加拿大的中央政府呢对魁北克都要另眼相待，就算呢不是魁北克这种法语系的地方，牵涉到呢美加之间呢激烈的这种利益冲突的时候，像它的安大略省。其实呢，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来讲呢，立场呢也非常的强硬，他很难的用一个简单标准的去看说美加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三个就是说，加拿大人呢有一点是他是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的，因为加拿大没有枪。哦，光是这一点呢，就知道呢，加拿大人，如果你到加拿大，枪支管制，如果你到加拿大觉得加拿大的治安，你到加拿大的生活，你会觉得呢安全感突然间的提高很多。他没有枪。它没有泛滥的毒品，这个呢都比美国呢要单纯很多，所以呢加拿大呢其实就是一个在美国觉得不安的一个后花园，但是因为它的边境的管制呢又其实跟申根国家是一样，其实形式上面有边界，但是实质上没有什么边界。你从加拿大进美国，美国进加拿大其实非常非常方便的。维持现状对加拿大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川普呢，其实他在谈加拿大的时候是非常美国中心的，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加拿大，你看到美国在他思考他的国家安全的时候，其实他的大部分的国家安全都需要加拿大当他的防弹衣。绝大部分他认为从俄罗斯呢，或者朝鲜，或者是中国呢发射过来的洲际导弹，都是从北极海过来的。北极海过来一定会先经过加拿大。北美防空网的设计就是要让所有可能攻击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都要在加拿大上空就要处理掉。所以美国呢，对加拿大来讲，他根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呢，在战争的时候的美国的缓冲区。所以他在谈加拿大的时候呢，他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看的，是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去看的。它就是呢，美国的国家安全的缓冲区。美国在它的2个海岸线，它主要的思考，他认为会引发它的安全危机的，不是从海岸来的，是隔着北极海过来的，因为那距离更近。对，所以呢，加拿大本身呢扮演这样的角色。第二个就是说，川普在消费加拿大有啥好稀奇的？你看他1.0刚上来的时候，他在跟丹麦说那个格陵兰你卖给我吧，
你那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开玩笑，丹麦这么小一点的地方呢，他就靠格陵兰撑场面了，还卖给你，他还开价呢。他开的价格，以川普现在的财富，他都可以买好几个格陵兰了。在当时丹麦也觉得你开玩笑吗？不理他，就像现在的加拿大一样，觉得他总统在跟我们开玩笑，他没有开玩笑啊。你事后知道呢，丹麦知道他是认真的，连要访问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你是要来我这地方逼我卖格陵兰，那我还玩着让你来干嘛呢？同样的，加拿大呢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如果你想起格陵兰就在加拿大的边上啊。就在呢北大西洋呢要进北极海的入海口，一个大的岛，全世界最大岛塞在那个地方。他们对于所有格陵兰跟加拿大的思考，都是美国本土国家安全的思考。否则，加拿大的人口、加拿大的资源对美国来讲，用贸易去处理就好了。他何必把它搞得这么的复杂？川普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标准的美国中心主义。可是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里面，因为川普每一天都主导了这个世界的风向。以至于呢，川普胜选了之后，大家附在川普身上的对 2.0 的所有的规则想象里面都太清纯。川普不是这样的人。我刚讲的这些的事情 ，1.0 跟 2.0 的川普，你会觉得不是同一个川普，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单纯。至于呢，双普的见面，我认为对美国来讲，俄乌战争的解决之后，对美国的首要不是战火的停止。而是呢，俄乌的战争结束了之后，乌克兰的现状，美国可以得到什么好处？美国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能得到什么好处？美国一定要去参与，它不是把战争的停火了之后就处理掉的，而是战后我在乌克兰能保有什么利益？那才是美国真正在乎的。乌克兰还有许多的稀有矿产，包括稀土在内，是美国呢非常觊觎的。这个呢跟俄罗斯的思考呢就不一样了。所以眼前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呢，谈到川普每天呢都成为国际新闻当中的头条。可是呢，川普的一致性不要太当真，所有的他此刻讲的那句话，就只有此刻的保鲜期而已。好，所以刚刚其实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如果美俄是真正的对手，去看乌克兰的话，俄罗斯要的是领土，俄罗斯要的是安全缓冲区，俄罗斯要的是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么川普可能要的就是乌克兰剩下来的资产。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去观察美俄去如何的来看乌克兰。好，那么要非常谢谢魔子的斗内，他说他个人解读很简单，普京不跟美国代理人谈判，真的重选再讲就讲这个乌克兰啊。那谢凤汉他说，川普如果不想要，泽伦斯基也不是川普的代理人，他是拜登的代理人。对，谢凤汉呢，他说川普呢如果不想走像拜登成为短暂的现象，必须要走正道，而非只图谋私利。美国内部的党争激烈，又没有媒体在旁边帮腔，一分好说成不好，一分坏也讲成10分坏，不好不坏也是弥天大罪。他的执政路途并不平顺，攘外必先安内。不过美国内部很复杂，现在呢，其实他这个整个的社会现象那川普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些社会现象？这也是我们未来，反正世界一定大乱。2025年，我在猜想，2025年可能最后的关键字就是乱。应该最后出来的关键字不是川对，是乱。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呢发表了中国军力报告。其实这里面因为报告内容很庞大，所以呢，你发现说不同的媒体抓的重点不一样。大部分的媒体呢，重点都是说，哎呀，你看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的累积它的核弹头，估计2030年可以拥有超过1000枚的核弹头。我在想说，美国在这样讲的时候，美国现在是5000多枚，是不是？好 ，OK， 好。那么可是呢，我们看到《自由时报》很有趣，他抓的重点是说呢，这份军力报告呢，告诉大家说，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里头贪腐严重，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犯台。所以告诉大家说，不要担心，其实呢，他们现在的能力是在往下降的，因为他们贪腐严重好，那但是实际上面的状况究竟如何？
其实报告不见得反映的是现实。好，所以你看到北京的反应就是说，这一切的内容罔顾事实，然后充满偏见。但这一份报告呢，展现了一个军力上面的能力，但政治上面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向川普喊话。那么王毅呢，他喊话说呢，那么希望川普能够跟中方相向而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问题是不容挑战的。那前天呢，布林肯呢，他就在一场演说当中呢说，其实呢，他们已经成功的改变了世界，让世界知道呢，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好，所以今天呢，很多这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也说很兴奋，说布林肯已经说了，说台湾呢是我们的问题，但问题是布林肯快要下台了，所以拜登的台湾问题跟川普的台湾问题又会不会不一样？有明？当然不一样了。我们先讲那个军力报告书哈，有4个数字：30、100、300、2027。30是讲到海军的部分，因为它整个军力报告书180页哈，几个重点。第一个，它谈到中国大陆的海军的这个船舰呢，从上一次报告书的340艘作战舰，增加到370艘。那这个是大概已经是全球第一了。那美国已经是远远的落后期。其实340艘的时候就已经是对。那你都还不算海警，你知道？大陆的海警1000吨以上有150艘，你知道我们海巡1000吨以上有几艘？15艘，就是1/10。对，然后呢，第一个就是海军的这个增长，这是30，100是指什么呢？100就是你刚刚讲的核武，核弹头。他认为已经从500枚到600枚，但是大家了解，那个是所谓的储备的，不是真的这个已经是挂在弹头上可以立即按钮使用的。全世界只有美国跟俄罗斯有大概各自有1000多枚是这种所谓现役，其他都是叫备役或者是储藏，已经装载上的。对，所以你讲的美国5000多枚，其实有一些是备役啊，然后呢，储藏的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呢，它真正在这些弹头上面的，不管是在这个发射井，还是说在战略轰炸机，还是说在这个潜舰、战略核潜舰，那才1000多枚。但大陆的不管你讲500枚还是600枚哈，那这些数字，或者是你说2030年的1000枚，对，那说2030年即将超越1000枚，所以这个我们讲的100，那个300是什么？300它在整个看它的就是弹道飞弹的这个发展跟技术，尤其你看到今年大陆试射这个将近2000公里吧的，就是东风31 AG 嘛。我想整个美国的军队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当然不止这个东风31哈，20、26什么41等等之类。那他说至少有增加300枚300枚的 ICBM， 那就洲际弹道飞弹。因为美国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它的本土安全然后呢，2027就当然就是谈到这个台海的问题，它其实是有间接的说到，其实解放军是有要在2027使用，就是说侵台作战能力的这个准备。我第一次在他的军力报告书里面看到这个数字这样子出来了。其实他们在公开的时候提过很多次2027，过去都是一些长官们啊，不管是这个作战司令啊，这是白纸黑字。对，那但是他用一种说你因为内部贪腐，所以影响到这个2027，大概自由时报从这个角度就延伸出去哈。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已经从第一岛链开始撤军了嘛。对，你看他的海军陆战队就已经从冲绳迁到关岛的北宁岛。那不要讲过去他犯下多少罪行了，那都是几千个。那最重要的是，他海军陆战队在整个第一岛链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那既然已经遭人厌，那干脆就搬到这个第二岛链，维持一点颜面。那冷战2次大战之后，美国的驻日美军呢，基本上是在做东亚防卫，不是在做日本的本土防卫的。那个后来他们是要求日本的自卫队做到这个角色。可是呢，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做东亚防卫，你就看到海军这个飞弹，那这就牵扯到什么？这个所谓的拒止反介入，对不对？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这个能力。然后台海的问题呢，它特别还有一张图啊，
在台海，在他的军力报告书里面有一张图，就是两岸的这个情势的图，他把所有这些中程、长程这都不算，但短程的他都这个其实只有1项，里面有7项相关的飞弹可以涵盖到整个台湾的，有舰对这个舰对舰、舰对地，然后呢这个岸上的火箭、岸上的短程飞弹，总共的7项列出来，它已经涵盖说台海的这个战争。如果《自由时报》应该把这个图列出来的啊，让大家知道，你现在光是飞弹，完完全全符合川普自己讲的。川普讲了，他选举的时候，他接受访问，他说，美国跟台湾距离9500英里，两岸之间只有65英里，126公里，而他就说 ，you know， 川普喜欢讲嘛，这句话 ，you know， 他们可以，他讲解放军，他们可以发射这个炸弹就把台湾给炸掉了，所以这个军力报告书就是这样子，6种不同的，好，那因此这边当然，我觉得像在台湾，你就要很深刻的理解，你要至少瞎人摸象，你也有自己一个这个就是说这种片段的理解。现在台湾的问题是，绿营跟像《自由时报》，他是瞎人不摸象，他根本不去摸了，他自己想象中是一个情况，看到美国这样一个报道出来的时候，他认为说哇，这个安了，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他能够这样写出来，其实是拿来欺骗自己的。至于说很快你说。拜登的台湾政策，川普的政策那是相去完全不同，真的。哦，那基本上拜登是伪君子，他讲了4次力保台湾，川普呢是非常的现实主义，而且他看清楚这个情势。商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当你跟你谈判、跟你交易的很重要的前提，他要摸底，彼此都很了解，他知道这个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当他知道现在的解放军的发展跟两岸的军事的情况的时候，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跟第一岛链的实力情况，这不需要太多的了解。你看看你美国自己的报告就知道了，看看美国自己的撤军就知道。那他就讲一些比较这个务实的话。那但是他的政策会维持在把台湾的议题边缘化，还是要棋子化，还是要筹码化，就要看他后来了。所以阿亮，你怎么来看这一份军力报告？其实这份军力报告，当然啦，就刚刚有明其实去谈了那几个关键数字，30、100、300以及2027哦，这几个数字大致说明了就是他们怎么去看待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它的那一个武力上面的扩大。当然也牵涉到台湾自己内部如何的去解读这一份军力报告，尤其是要不要去认清楚拜登的台湾政策跟川普的台湾政策未来会截然不同的这个事实。我这个报告是委外写的啦，每年都有啦，根本没有人在看，大家只看国防预算的授权法啦，2025年那个才是玩真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书生之见啦 ，Who cares？ 而且核弹又不会真的用，像 CSIS 那边。怎么做最新的军演，所以还打到台湾打核弹呢？所以我觉得这种根本就不值得讨论啦。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真正秀出来的才叫有没有急迫性所以我觉得我们关心的就是美国的2025的国防预算。那因为它不会只有那个资源的配分它还会有一些附带的决议。那个附带决议就一定会有针对台湾的，那恐怕看那个会比较明朗啊。那另外具体就是看中国大陆在做什么吧。中国大陆从9月25号射东风31A 机，一路到现在，珠海航展都在秀肌肉啊。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啦，比如说那个无人机、无人艇秀肌肉之后，连那个印太司令帕帕罗都要改口。说那个什么残酷地狱已经在不敢讲啦，对，不敢讲啊。他上任之前说要让台海变成残酷地狱，然后解放军不敢做什么事情，现在已经说他这个已经做不到了，就不讲了嘛。对啊，那最近传出来，我觉得应该也是真的啦。就中国大陆好像有对美国的航母、军舰做电战。我认为应该是真的啦。可是他们当然不会说啦，所以美国也表示中国的电战能力大幅提高，那这个也是不得了的力量。
那就表示你不敢接近中国大陆。因为我们以前讲的第一岛链都是说我有导弹吓阻，那后来就是军舰下饺子一样吓阻，那个都是攻击的部分。这个是雷达通信能力的吓阻这个也是新的就你进来可能会乱了套哦。你进来了之后，你也眼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才是美国军方真的做决策的时候会考虑的因素啦，绝对不是报告啦，或谁在看啊？这个报告我每次看完，我只看 update 的资料，我根本就不看他讲什么话。你觉得他 update 资料当中有新的吗？不然那个核武他就帮你更新资料啊，就这样啊。那可是真正在我们决策上有意义的不是这种东西嘛，而是你做了什么动作嘛。可是反而那一些电站这一些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揭露。不，因为这个恐怕公布之后对美国是相当不利了。那还有他用无人机、无人艇，是不是也会对美国的军舰、航母造成威胁？那这种新的打法，你有防御之道吗？我坦白讲，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任何防御之道的报告。因为他的无人机、无人体就足够做饱和攻击，让你防不胜防了。是啊，那更何况你连接近都很困难。对，好，所以这个香蓉你怎么看这一份军力报告？然后当然，其实我特别要提，就是王毅的喊话跟布林肯说：“哎呀，台湾问题就是我们问题。”我必须说，他都已经快下台喊这件事情，到底是吹口哨壮胆，还是什么样子的目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审计部的最新报告，就是拜登这4年下来，累积我们已经付款而还没有交货的款项的军购1500多亿。表面上说台湾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但实际上面，其实你的军购延宕的状况也很严重啊。所以拜登的喊话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川普已经连喊话都不喊话了。川普当然不会用喊的啦。川普说他要谈判嘛，那也就是说大部分事情都是谈判的筹码，在谈之前讲多了没有用，因为他跟谈判的过程跟结果不见得一致。好，但是眼前拜登还在唯恐天下不乱嘛。那布林肯在卸任前的时候，最少讲了大白话嘛。在过去每次拜登说要军事协防台湾的时候，那国务院都要出来否认，说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可是你听布林肯自己出来讲的时候，当然有改变啊。就是只是说呢，这句话的实质在操作面上面来讲，要如何去操作，他不会讲清楚。那美国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军力报告，这个军力报告在实质的内容上面来讲，如果不考虑就是说他去拼凑这份报告的资料的来源，就内容上面来讲，它还是有一些更新的意义。比如他在计算了你的核导弹的数量的时候，他当然并不是看到了中国的核导弹，而是他在推估你的增加的时候，是从你可以发射核导弹的设施去推估你有几艘的核动力的潜舰，然后你在陆地上面多了多少的发射井。那这些的发射井，他在报告里面他清楚的提到，他说中国呢，在中国的北方大概增加了3个，就是说呢核导弹的发射井的大区块，从这核导弹的发射井呢去计算，他认为中国的核导弹呢大概会如何。那一年大概100多枚，2030年大概有1000枚，但是今年没有说2035年会多少枚。中国的核导弹的数量，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台湾的最可怕的就是你完全循着美国的那种的说话的腔调、口吻、逻辑呢，去解读这份军力报告，因此你跟美国沆瀣一气的情况就很严重。没有错，两岸之间的这种的紧张的状态、冲突的状态，台湾的军方、台湾的军事部署把大陆当作是假想敌，这个呢不难理解。可是并不是美国也把大陆当假想敌，所以呢美国所说的一切呢那都是对的。美国总是把中国大陆所有的军事实力的提升都视同为对这个世界的和平
秩序、稳定、安全的威胁。可是这跟事实是脱离非常远。中国已经从1979年之后，没有在境外发射过一枪一炮，没有任何一个强权国家像中国这样的。第二个，中国的核导弹的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以中国今天的就是说呢，在国际地位，以及呢全世界大大小小的事情，地缘政治当中的事情，动不动呢就点名说中国。可是中国的核导弹的数量只有美国的1/10，只有俄罗斯的12/1，以公开的数字来看，这合理吗？这非常不合理。所以中国的核导弹的数量的增加是合理的。可是只有它的1/10，只有俄罗斯12/1，却被形容为呢对于呢国际的和平、稳定、安全的威胁。中国除了自己的国土之外，没有任何的海外驻军，除了吉布地。吉布地对。中国呢没有在吉布地那是针对海盗的。对，中国没有在其他的任何国家里面呢发动过政变，然后呢颠覆，没有在其他的任何的国家里面呢参与过战争，在韩战之后就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只是美国的口吻，好像呢今天呢它的力量越来越强了，就是威胁着那美国呢？美国才是真的导致今天的世界呢动荡不安的根源。所以今天的中国的，即使它的国防预算，按照美国呢最广泛的计算的方式，3000亿美金，也不过是美国的1/3啊。中国在海外并没有军事基地啊，美国起码随时可以做大规模启用的有200多个。德国、日本、韩国这些123名的基地，每个呢都是随时在战备状态的。全世界呢有600多个呢常用的基地，800多个呢这基本上呢备用的基地。美国在军事上面的投入以及所造成的伤害，我说今天地球上面每一天都有人因为美国因为美军而死于枪下，每一天。地球上面呢，平均每6年就有一场战争是美国主导、美国介入的。地球上面现在的难民近1000万的难民，每一个难民基本上面呢都是美国造成的。而今天美国在指控一个没有制造难民、没有在海外杀过人、没有发动战争的中国，在威胁世界和平，有没有病？当然有病。那份的报告如果只给台湾看，我觉得还 OK。可是呢，对全世界发布呢中国军力报告，太不要脸了。我们先看一下文博说的这句话，蛮有意思的。他说，布林肯现在新工作还没有找到，所以会不会是来台湾骗工作、骗钱的？多多少啦，总要来一下领一下车马费是会的。哦，你知道，就像是 Pompeo 一样嘛。对。好的，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现在的这个变化啊，其实它大概在今年的下半年呢，其实你就会看到那种滚动式的变化，不管是突然之间2020年那个时候呢，在边界上面加勒万谷所发生的冲突事件，那么所引起的边界的问题呢，双方谈出了一个边境巡逻的一些双方的互相的一个共识，然后呢彼此之间各自往后撤，好，这件事情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然后莫迪跟习近平见了面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这已经是第23次了，但是呢，也是这个过去这5年来第一次又举行了这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你说边境问题有进展吗？坦白说没有。但是它6点共识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第4点。第4点当中要加强跨境合作，然后呢，香客就印度的香客可以恢复到西藏朝圣，然后呢，双方呢水资源的整合要合作，这个水资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包括了就是边境的这一个乃堆拉，它是在这个西藏跟这个锡金邦印度的锡金邦的那个边界乃堆拉的贸易要恢复，其实它就是一个边境的交流恢复那么所以它不是边界问题立刻有什么样的进展，而是交流恢复了。
那王毅呢，他就特别说，应该要把资源放在相互合作发展上面。那么印度呢，其实最近也面临到经济快速成长之后的停滞，所以你看到 BBC 其实有特别去分析，因为它第3季的经济成长率突然之间降到只剩下5.4%，从第1季的7点多，第2季的6点多，现在第3季变成5.4%，所以它确实面临到了就是就业市场要赶快扩增的压力啊。那这个压力呢，内部其实对于中资有了一些期待，也可能是改变的重要原因。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金砖当初提出金砖4国的欧尼尔呢，他说：“哎呀，中国跟印度只要没有认真的合作，金砖国家要用他们的力量来挑战美元，就是痴人说梦。所以要怎么去看待中印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最近印度直接指控说美国跟国际记者联盟，然后还有包括了印度的在野党一起联合来挑战印度的执政党。这个美印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的来观察？印度要取代中国，这是最近在印度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 China Alternative 啊，他们叫 China Alternative，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替代品，那就是印度了。因为川普上来了嘛，要对中国苛加60%的关税，平均起跳10%，所以呢，我们印度可以成为中国的替代。痴人说梦，印度要赶上中国，我真的也现在我心里面觉得结论就是痴人说梦话。劝印度吧，我要劝印度，因为我们看印度我们看印度大概15年吧，因为整个印度跟就是东南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就成立了我们叫东亚高峰会，对，印度就在这个里面。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就是这个亚洲的场合里面会参加会议的时候，印度就有参加。在这个之前，越南在90年代末的时候，越南最早参加。那个时候越南我们觉得哇，你看冷战结束之后，越战结束之后，然后呢这个开始拥抱西方了。到后来北韩参加，然后呢印度参加。我碰到印度这个开会的时候，我就很伤脑筋，他们真爱发言，挡不住他们讲话。然后呢，如果这个做主席最伤脑筋。15年的时间，我觉得印度到现在为止，我也去过几次，还拉过肚子。那我觉得印度其实没什么大的改变。它当然经济发展这一阵子是有，它的人口在今年超越中国，可是呢，它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它是一个在制度上、在社会上、在这个整个文化上、种姓上各个层面，教育上基础建设，你反映在现实面就是教育基础建设。然后中央、地方、能源这些所有，就是你刚开始在发展，那是因为你最轻工业、劳力密集，或你选择了一些疫苗这些东西，然后呢，刻意在中国加1的情况之下，有一些所谓的苹果或者是这些服务业的代工，但是你要再往上走，我这不是在讲所谓跟中国这10年比跟中国10年以前在比，你要往上走，达到中国10年以前或20年以前，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看了15年来没变化，它的能源还是很没有，而且不稳定。你到现在印度这个德里或者是孟买，它去停电危机还是很严重。对，连5星饭店、4星饭店都还是会下午会停电一下啊。那你这个怎么去工厂？对，尤其是大型的这个工厂。对，那你教育完全没有，为什么？它的那个种姓制度使得它没有办法，政治人物或者是这个企业家没有办法去做合理的财富的分配，那中央跟地方又这么大的一个对立，那地方的权力又这么的大。对，重点是中央跟地方的对立。对，然后呢，它里面的种族的组成，种姓之外，另外一个种族，这个超过2亿的穆斯林是莫迪迫害的对象。所以你当然基础建设呢，现在印度还有这个是不是有一条真的有意义的高速公路吗？我不知道，我大概6年前去的时候，我都还没有经历过。那然后呢，目前有一些网红拍出来的影片好像还没有。对，所以这还真的完全是2个世界。它跟大多数的
这个第三就是说全球南方国家哈，我觉得其实都不行。但是你会看到，他那个全球最富有的人，他自己盖了一栋独栋的那个豪宅，旁边是极为贫困。没错。那你到印度，在新德里，我们去了好几次，到后来都麻痹了。第一次的时候你完全震撼，你坐那个车子哈，那个车窗前面就是贫民窟，然后呢牛粪，然后有各式各样人敲你的车窗跟你要钱，身上抱的那种残障的人士。但往远方看，就是这种6星级的旅馆跟那个 shopping mall， 你知道，那就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必须要讲，这15年来没什么变化。那你觉得还有接下来的竞争力吗？我不要再讲这些数字层面的东西，你们跟什么中国比？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一些都是在捧印度，不管是这个经济学家还是谁在看这些东西。那但是呢，我觉得他这15年来没有这样基本的东西不变的话，哈，他其实下一个阶段也是很困难。好，阿亮你怎么去看？当然，印度，我实在说起来，你要说它真的像是下一个中国，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基本条件是困难的哈。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的整个崛起，大家先看到的是基础建设，但我看到的是教育。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发展第一步一定是教育的普及。可是，在印度，因为种姓制度，它的那个教育普及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好好解决。再加上地方上面各个邦哈各个省呢，它的那个状况都差别非常的大。但问题是，除了印度自己的发展之外，中印关系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它从谷底开始翻扬了吗？阿亮，没有啦，只是因为冬天太冷了，所以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地方驻军冬天成本太高了啦，而且也没有办法真的打。事实上他们也从来没有打过啦，只有丢石头。对，所以大概就是休息到2月吧，那3月再看。我认为永远不会解决了。你觉得那个冲突还会再出现？因为它的本质是边界冲突，边界冲突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啦。那你觉得中印这样谈出了那一些边境的交流，那都是虚的啦，都不会真的落实啦。因为春天来了，那印度军人也要有地方去啊。其实你对印度的分析，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国家啦，它是各种利益集团啊。中央、地方等啊，所以它的发展就会被内部的力量卡住了，内耗化。比如说，印度的平民有2.3亿人，那贫困线下就极端贫困7500万，这个就是要他没有办法处理嘛。那贫困线下的人选举的时候就会被煽动嘛，不然莫迪怎么会选那么输？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分配问题。所以你经济成长也没有用啊，那穷人就暴富嘛，所以他第2次选就等于是惨胜了，那这个就会拉住他，而且回来的是国大党，国大党就是以前搞社会主义造成一大堆官僚主义的那群人呐，那我认为莫迪就是一个搞印度教民族主义加上市场资本主义的人嘛。可是他因为他没有办法搞好分配，没有办法处理好穆斯林，所以穷人跟穆斯林就足以扯住他了啦，那更不要讲他有没有贯彻全国的这个运输体系，这个都还早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集中几个地方在发展而已啦，这个我认为到一定的阶段他就会困住了。因为他现在所得很低嘛，对，所以你都会觉得他的成长率很高，这有什么意义呢？他现在所得不到3000呢，2300，对啊，2300块，不到3000呢，中国大陆已经15000了，所以你把这2个国家拿来比，我觉得就是英美国家的 bullshit 啦，就是这样了。你看 BBC 现在又开始讲了，对，不利哦，印度未来有很多问题哦，对，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是自己在骗自己。我认为这一套完全都是英国跟美国吹出来的啦。
但是英国 BBC 的转向，我其实也高度怀疑，这会不会是因为川普当选之后，他们开始要重新思考世界的一种转向，所以要注意一下西方的，尤其是欧洲的几个媒体，不管是英国的 BBC、德国的德国之声，或是法国的法广啊，他们这些就是有一点政府味道在的这一些媒体，他们最近其实在谈论中美啦，或者是谈论世界地缘政治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跟过去不太一样的声音，我也都怀疑这跟川普当选是不是有关？香龙，不完全跟川普有关。我觉得印度有它一些本质面的变化。那这个变化除了莫迪的这个就是说宗教帝国主义啊，有点无以为继。对，他过去很长时间靠着宗教帝国主义，然后许多因为印度很穷嘛，所以许多想要受教育的人呢，就都到宗教学校。那这些宗教学校所形成的力量是莫迪的重要的基础，莫迪本身也是。可这个宗教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国内似乎开始遭遇到阻力，所以他这一次选举才会产生。对，所以一些在印度国内的一种世俗派的观点似乎正在抬头，这个对莫迪是很大的压力。下次选举以前，如果这种气氛没有改变，他的这个最核心的这政治正确，印度教的帝国主义大概会无以为继。第二个就是说，他的经济上面遇到困难。如果第三季是5.4，那跟中国差不多。对，但是我们都知道基础差很多啊。但是我们说中印之间的3个基本的比较，就是人口是差不多的，可是它的领土的面积只有中国的1/3，它的经济的 base 只有中国的1/5。最重要是中国跟邻国的关系基本有好，但是印度跟邻国的关系基本都很糟。那这个呢差异很大。第3个就是说，印度被过度的吹捧跟包装，其实是在呢一个美国带领全球反中的那个呢浪潮当中，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印度会被特别标举，是因为它的人口以及跟中国的敌对性。没错。第3个就是说，因为印度过去是不结盟运动体系，所以把印度呢放到口袋里面，当作是自己拿出来口袋名单的时候呢，特别有炫耀感。今天美国呢，美国如果炫耀他的盟友，炫耀日本有啥意思呢？炫耀英国有啥意思呢？炫耀个立陶宛、炫耀加拿大有啥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可多了个印度不一样啊。多了个印度之后呢，觉得我又增加新朋友了，所以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这宣传体系里面，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扮演全球舆论市场当中最主要的硬吹的角色，吹印度几乎都来自于呢西方的这些呢官方的传媒。那黑中国捧印度都是英文媒体的，对，就是黑中国吹印度，因为印度又是过去英国的殖民地，英语呢对印度来讲呢，基本上面呢还畅行，所以吹印度在英语系里面来讲变得很方便了。那大家都开玩笑讲说呢，印度呢是在网络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它虽然在联合国里面呢不怎么样，可是在网络上面它人口多啊，再加上用英语发言，它力量是很大的。对，所以你在网络上面来讲，你会觉得印度本身在网络的影响力，到了网络英语的时代的时候，它在网络上面的声量是超过它的国力的。这个是我们一般在分析印度呢不太容易看到的。但是印度现在呢，为什么会开始觉得好像要调整一下？一方面，莫迪呢在面对到3个呢非常不同的人脉，第一个安倍死了。安倍死了对莫迪是个伤害，印度跟日本的关系突然间的断了。第二个，我觉得达赖老了，达赖老了很重要，因为达赖呢，因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呢是跟西藏有关的边境问题，而这里面当达赖还在的时候，中印之间不好解。可是当达赖很久，你都不会听到达赖的新闻了。达赖已经其实从西方的新闻视野已经消失非常久，他快90岁了，身体看起来是还可以，但是基本上面已经不太有活动力了。印度也在为后达赖时代的中印关系呢在做准备。这个呢是第2个，第3个就是拜登要下台了。拜登要下台了之后，拜登是把整个 Quad 把这个印太经济架构搞起来的人。因为有拜登，因为有民主党的这种的印太架构、印太同盟，所以印度才会被高举、被看到。可是川普回来是绝对不一样的。
印度呢会突然间觉得，哎，当了美国变天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调整，印度呢跑得比谁都还快。印度当他的新欢跑了之后呢，他就回头找他的旧爱。他去找俄罗斯，他开始跟中国修补，大概就这么一回事而已。其实没啥大不了的。国际的改变，对，他也让他必须要重新面对他自己的内部，然后因此改变他的国际战略。会不会如此？我们可以再观察了，因为呢后续的发展还是蛮有趣的。王义凯特别提到，他说香龙讲的那一番话，其实就是习近平的原话，就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真的吗？我当过习近平的发言人吗？在墨西哥讲很久以前这很久以前的话。很久以前 OK， 好，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但是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同一时间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雅虎。Yahoo!